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哦！又到了我最喜欢的那个喝酒尬聊时间了。这个单元呢，就是我自说自话的一个单元。那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同样也是未知。就像你跟朋友见面一样，你不会想好你是先要跟他聊什么啊。我现在是刚晋升完毕，本来想说来喝个小酒，因为我今天想喝的是上次烤肉的时候买的金门高粱38度。它这支的话是2014年9月3号的生产日期。其实我已经倒好一杯了啦。我想说拿来跟另外一支酒比比看。其实这个金门38我还有一支比较老一点的，是1月份的，一样2014年1月份，那一支没有开。然后这支酒已经倒好了，我想要拿来跟这一支比较一下哦。这支的话是金门高粱的建厂70周年的纪念酒，酒精浓度是51.7度。想说就这2款酒喝一下，尬聊一下，再去拿一个杯子。其实刚下班很累，很想睡觉啊，可是又想说想要小酌一下。其实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啊，杯子看起来好像特别，因为刚好背景是黑色，看起来比较那个黑一点。开喝。他们这2款酒呢，因为酒精浓度不同啦，所以你直接拿来做比较也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我们就一起喝喝看，2款酒一起喝比较能够辨识它的风味。70周年的纪念酒颜色好像比较深一点这一款金门的老38 2014年的，我觉得它闻起来的味道没有像我之前喝到的老38那么的梅子味那么重它的梅子味没有很重，不过香气确实是有的啦，还算浓郁。然后它里面还有台湾国旗哦，建厂70周年里面就没有国旗。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清香果香它反而没有我的印象中那种老的38的那种像梅子啊、龙眼干的味道。以嗅闻来讲，但是比较清香，偏向花香那种。70周年这支57.1度啊，它闻起来就有一点那种瓮的味道。喝喝看，敬你一杯。喝进去之后，龙眼干的味道就出来了，蛮明显的，还不错。柔顺的龙眼干跟一点蜜的味道，好喝。这一款70周年的。现在闻的话有一点那种梅子酱的味道，喝喝看。因为它的酒精浓度比较强的关系啊，一入口就是感觉它的浓郁度就特别浓。但是它其中还带有一点点涩感。进去之后，其实我感受到的是像那种梅干的味道，就是那种话梅的梅干的味道。然后尾韵的部分呢，我本来想说，应该是那种会气味很悠长的感觉，可是却慢慢的产生了一点苦味。跟我的印象中的这支酒又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其实我今天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啊，因为其实我们品酒的话，跟你喝酒之前吃的东西也有关系哦。因为你之前吃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会影响到你待会喝酒的味道。这支70周年是2022年的3月8号的装瓶的。我闻到了一些那种酒竹文化村的味道了。70周年其实跟我们一般喝到的金门38的味道还是有所不同。一般的金门38的话，我觉得我的印象中是比较稍微暴力一点啦，因为它酒精浓度很高嘛。然后这个的话呢，它的顺口度跟香气的表现上面是比一般的58再更好一些。所以如果有看到这支的话，因为大卖场都有卖啦，也可以考虑买来喝喝看，也不太贵啦，也不会很贵。我忘记是多少钱了，那时候去金门的时候刚好买，在金门的时候买的。好吧，今天的品饮就这样结束啦。接下来就进入杂谈时间，我要来尬聊了啦。我发现啊，因为最近我开了这个单元之后啊，
我的面线杂谈就不知道要放什么了。之前我都会把我一些生活的经验跟心得分享，把它放在我的面线杂谈后面，面线之后会接一个杂谈。那可是因为我今天就接了，现在放了这个单元之后，就变成说我没什么东西好讲的所以我杂谈我的那个面线杂谈就杂不出来了，就觉得我要讲的话题都已经在尬聊单元都被我讲完。最近做了什么呢？看了几本书，最近看的是一个跟食物的质地有关的书，跟食物的质地有关的书，它里面讲了很多一些冷门知识，我觉得还蛮赞的。举例来讲，因为我没有做笔记啦，所以我现在是靠我的印象。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我把它当成娱乐，看完就会忘记。我想一下有什么可以讲的。里面有一些冷门知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直觉就想到他讲蛋白霜。蛋白霜的制作方法就是它里面会有产生气泡，然后在高温之下，它的那个蛋白凝结之后，气泡越多，它就会越酥。说到越酥，我就想到他讲关于苹果75%是水，是什么冷门知识啊？还有讲什么啊？他讲到其实我们很喜欢那种口感，有没有脆脆的口感？然后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些口感？我们怎么去定义浓郁？怎么去定义很多味觉的形容？甚至色感，像我刚才喝到这一支57.1度的高粱酒啊，其实我在嘴巴里面是有感觉到一些色感的。然后色感竟然是一种触觉哦，是在你嘴巴里面产生的触觉，很妙吧？然后为什么薄荷会让人感觉凉凉的？是因为薄荷它其实会吸收掉你嘴巴的里面的一些热量，所以你会感觉凉凉的。还有各种知识啦，我一下子讲不出来。我刚才讲的都是比较没用的知识。其实我有记得我看到一些蛮有用的知识，可是就竟然想不起来，怎么会这样？人脑是怎么了？我大脑。说到大脑啊，前一阵子我也看了一个影片，关于饮酒是不好的事情的一个影片。其实这种事情，有些人有一派说法啦，这我们就不要太扫兴。其实，听听就好，但是你还是要有所认知。怎样的说法呢？他就是说，其实酒类是一种毒药，可能像是那种慢性自杀，像吸烟这样子，会对大脑产生一些损害。当然也不提身体的各种损害啦，因为他说酒精呢，它是一种水溶性，也是一种脂溶性的一个液体。那这东西呢，其实可以在身体内任意的穿梭，跟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很多一些物质分子是没办法自由自在在人体内穿梭的。那酒精就蛮特别的，它是可以这样做的。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它可以轻易的穿越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跑到脑袋里面去。然后这个东西跑进去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这造成什么影响？就是跟你的认知有关系，跟你的行为表现有关系。像我们喝酒之后就会比较放得开嘛。那其实呢，就是这酒精其实抑制了你的大脑的一些，我觉得是框架的东西啊，它就是会把这些东西抑制下来。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事情我不能做，那事情我不能做，但是你喝了酒之后呢，会抑制这个自我行为规范的一个框架，让你可以更自由。所以造成我们酒后呢会比较有一些冲动啊、情绪化啊，还是那种一些行为。但这不是科普频道啊，我就是就我所认知的一些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想要知道更细节的人的话呢，精英们你就在自己去查一下酒精对人体的影响。我自己的了解呢，他说其实饮酒习惯不太好啊，因为如果说你习惯了喝酒之后啊，就是一直在对你的大脑跟各种神经元去损害他们。这个影片其实我是看一个 YouTuber 他里面讲的，然后这个 YouTuber 他很喜欢引经据典，就是拿很多研究报告来去做他频道的影片。有一些可信度，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尽信，因为前一阵子我刚好看了他一个 short， 他说间歇性断食能够减肥吗？你就大错特错啦！因为间歇性断食呢，对减肥一点效都没有，已经有很多科学家有一些论文证实它是没有效的了。他从头到尾就讲了这样的东西，一个观念给你说间歇性断食没有用，减肥没有用。可是他其实
忽略了蛮多重点的，比如说间歇性断食，它不只是为了减肥做的，它可能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产生自体细胞自噬的那个行为出现才去做这个间歇性断食。我们不一定是为了要减肥才做间歇性断食，其实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啊。因为就我所认知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人类不可能三餐都像我们这样吃的那么定时嘛。在我们这身体最原始的状态，本来就不会是很固定在进食的，通常都是有时候有吃到东西，有时候没吃到东西，所以那时候的身体状态是很自然的。所以我想要表达就是，他这个论述呢，其实不够全面啦，因为间歇性断食有它的好处，但是他没有讲它的好处，他只是把这个没有用这样的一个耸动的标题丢给大家，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妙。所以他后来讲的酒精是毒，是对人体的危害。这个影片他做出来之后，我看完他的论述，他当然也是引述自国外一个某个专家的研究啦。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说，可以听听就好啦，因为通常不喝酒的人，通常都是会支持酒是有毒的这一派的人嘛。但是我是认为任何东西都一样，你都不要过量，因为任何东西过量都是毒啊。所以大家斟酌一下，再科普一点的知识啊。酒精在我们人体啊，其实我们吃下去之后，我们确实人体会认为它是一种需要被分解的东西。你说它是毒也可以啦，但是肝脏就会需要去把它化解掉，因为它对身体还是有一点刺激，就像吃辣一样嘛，会有这种痛觉。我们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呢，肝脏它就会把它分解，把它从乙醇变成乙醛。那乙醛的这东西的话，它毒素会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如果你的脸容易喝酒之后变红的人呢，就表示你其实代谢的速度不是很好。普遍很多亚洲人体内都缺乏那种代谢酒精的一种触酶啊，所以我们的脸就容易红。在乙醛的状态呢，它还要再尽快的，肝脏还要尽快的把乙醛再变成另外一个叫做乙什么东西的，我记得那个字很不好念，反正就是再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是比较无害的，可以被吸收的。详细的它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各位自己科普一下，反正就是你只要知道说肝脏需要去帮你分解这个酒精，然后让它可以被吸收掉。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乙醛的累积呢，你一些酒醉的行为呢，抑制你大脑的一些冲动呢，就是其实是乙醛的影响啊。反正我们就了解个大概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体消化系统的化学反应跟变化。最近还看了一本要知道自己不想要的是什么，书名好像是这样子啦，我不是很确定。那它里面主要在讲说，它主要在讲断舍离啦。断舍离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他说啊，有点像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就是我们很多东西你会舍不得丢，会把它堆积在那边的话，其实对身心灵的健康也是不是很好啊。所以他建议我们不要有所谓的松鼠型的人格啊。想要囤东西、堆积那些东西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丢掉的，确实啊，不会是属于那种很多东西舍不得丢的就留着的。不过我偶尔也是会清理一下啊，这就是喝酒尬聊的精神啊，没有主题、漫无目的，然后一直在闲聊，这个单元的精神就是这样。最近我听的 podcast 啊，我来批判两位podcaster。第一位呢，他是一个理财达人啊，就是投资专家啊。我觉得他的言辞里面啊，虽然可以讲很多专业的东西，但是我会感受到他的没有自信的，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其实不太有自信，然后又不想要承认自己不太有自信的感觉，就是我仿佛可以洞悉人性。然后另外一个 podcaster 就是我也都不要讲是谁啦，他就是让我感觉是很焦虑的一个人，讲很多关于怎样去化解自己的焦虑啊，什么东西的。那可是我感觉他所描述的东西，他对世界的理解跟他所做的行为，让我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人。他很焦虑，所以是一个是没自信的投资理财专家，跟一个焦虑的创业建议家，就是你会很明显看到他们的极限在哪里，就是一个小泡泡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去跳脱我属于自己的框架去看到我自己。
如果可以的话，我感觉我应该会看到一个很困惑、很迷惘的人吧。我觉得我是属于困惑、迷惘型的，就是我会喜欢接受各种知识，但是我又很没办法去确定一些事情。那我又认为一切都是不可知，所以我就会没有定见，就是觉得说很多事情都很难讲，然后我自己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我可能我自认为我会表现出一种困惑、迷惘、困惑、迷惘型YouTuber。可能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吧，就是没办法很笃定一件事情，然后只去冲这样子，很难。前阵子看了一本什么书啊，我有点忘记是什么。它里面有一句话，我忽然间想起来了，就是有一个创业达人，不是创业达人，就是一个企业家，跟另一个非常厉害的企业家聊天交流的时候，他想要让他看看他的一些企划案，然后他就跟他讲说，这是我的企划案，然后他里面有分成说我该怎样可以找到我的市场，我该怎样推销我的产品，我该怎样让我的事业可以怎样的。然后那个很厉害的企业家就告诉他说，我看得出来你是想要经营一间小公司啦。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不想经营一间小公司，我想要创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商业帝国。然后那个很厉害的创业家就跟他讲说，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你其实都想到你自己，你没有想到你要怎样把这件事情办成。你如果把你的问题改成说，我要怎样找到一个可以帮我推销产品的人，我要怎样找到可以帮我找到最好市场的人，我要怎样找到什么的人的话呢，他的格局呢就会再更上一层楼。所以有时候我们事必轻功的话，就是会稍微限制住自己。但我讲这个的话也没有什么意思啦，我只是想说，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他所看到的东西就不太一样。那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应该会，对啊，我就是想要搞一个小公司啊，没有野心，就是我想要弄一个简单的小企业，然后自己可以 handle 的。因为我其实，像他那样子跨国企业要串联很多人的那种，我觉得我做不来。我讨厌跟人接触。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自己去安排自己的行程，没有野心啊。没有想要变成什么厉害的跨国连锁还是什么的，就是我想要有点像日本的嘛。日本不是很多老职人、老达人吗？他们就一个小店，然后这边卖他们那个东西，那每天就限量，就是可能卖这样子的东西，那卖完就休息了。就是很简单的生活，能够应付开销就可以了。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适合我的方式。我的喝酒尬聊有时候大部分确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你们也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东西吧，或许我不知道。喝酒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一个大哉问啊。你认为它是好，它就是好；你认为它是不好，它就是不好。因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哦，他说喝酒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能够让你忘记这个问题，是吧？有时候我们就喝一喝，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要鼓励酗酒的意思啊，就是喝个舒服就好。我们总不可能喝到跳到湖里面去捞月亮吧？我觉得啊，人真的是需要慢下来。怎样慢下来？就是你有时候啊，比如不管是你吃饭啊，还是说你像我现在在喝酒，就认真喝嘛。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在那边边看电视边吃饭，然后边看电视边喝酒，或者是你根本就没在喝，你不是真的在，你不是把你的感官放在这个上面，就有点浪费。就像那本断舍离里面的书里讲到一个道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他说很多事情我们喜欢多工处理，就觉得比较不浪费时间。比如说，我去洗衣服的时候，然后我顺便可以干嘛？然后等那个衣服洗的时间呢，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做这个事情中间呢，我再穿插另外一个事情，然后一次就是多工处理，这样很厉害一样把所有的事情完成。可是有些事情是可以这样做，没错，但是大部分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不要一心二用会更好。就是专注在当下，去感受你所感受的东西，因为现在是最重要的。现在是你唯一可以掌握的事情。
过去就成为过去，现在会成为过去，未来你无可掌控，所以现在是唯一你可以控制的事情。最近我弟买了一个 Dyson 的那个吸尘器，超酷的，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做 Dyson 的吸尘器。原来 Dyson 的吸尘器啊，它还有那种光它底部还放那个绿光出来，让你可以看得清楚地上的那个灰尘在哪里。那这样推过去之后啊，就哇变干净了，然后他就觉得太棒啦，而且很疗愈。他在那边推，那我就看他推，然后他吸力也蛮强的，然后清洁的实力呢，清洁力也是果然是不愧是 Dyson 啊，他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它做到很极致。他就让我看他，你看我可以吸我的床吸了一堆那皮屑出来，超恶心的。Dyson 厉害，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你如果真的可以把它做到很好的话，那真的就是令人赞叹了。那是70周年，我一开始喝的时候有点苦啊，它的尾韵的部分，现在喝就没有了，是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怎样。再喝一杯38就结束。其实我之前不会喝38，我之前都喝58。就是我弟他破天荒，他说他都喝38，然后我想，好在哪里？尝试之下才发现38确实有它的魅力所在。因为38它的香气不一样，38它比较像，至少我这杯啦，它就是很龙眼干的味道。然后比较老一点的38，它的香气馥郁的程度会比较高一点，比较香。而且啊，一点都没有那种泡泡胶的味道，完全没有那种泡泡胶的味道。我想我那面线的影片既然没有办法用杂谈的话，因为我最近都一直喝酒尬聊，把我的想法全部讲完了，就没东西可以放了，干脆做成秀好了。